為什麼殺人是錯的？你可能會說，因為法律不允許啊，或者因為我不想被殺，出於同理心，我也不想別人被殺。這聽起來有點道理，但作為一個喜歡刨根問底的理科生，我覺得這些答案都不夠。為什麼？因為這些理由講的都是利害，而不是對錯。如果有一天我擁有了絕對的權利，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，或者我擁有了隱形衣，殺人不需要償命，那是不是意味着我就可以殺人了？如果我們生活在一個純粹唯物主義的宇宙裡，人本質上就是一堆原子偶然碰撞出的高级動物。在大自然裡，獅子吃掉斑馬，並沒有人說這是邪惡的，我們只說這是自然的。那麼，當一個高級动物殺了另一個高級动物，為什麼突然就變成了神聖不可侵犯的罪惡呢？無神論者通常會說，如果我們互相殺戮，社會就會崩溃，我也活不下去。為了生存，我們約定不殺人。或者說，同情心有利於种群繁衍，所以這種基因保留了下來，讓我們對殺戮感到反感。但這裡有一個巨大的邏輯漏洞，如果殺人只是為了效率和生存，那麼當殺掉某些老弱病殘能節省生存資源時，殺人難道就變成對的了嗎？再或者，有人就是希望全社會來一場吃雞大賽，他不在乎自己的存活，你還怎麼和他說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？之前在日本福利院發生的針對老年人的兇殺案，其元兇就是這麼認為的。無神論哲學家薩特曾誠實地承認，如果上帝不存在，我們就失去了一個先天的善的標準，殺人不再是罪，它只是令人不快而已。而基督教的邏輯完全不同，殺人之所以是絕對錯誤的，不是因為社會契約，而是因為每個人都是上帝所造獨一無二的人，奪去一個人的生命，意味着你在毀壞上帝的肖像。人的價值是天賦的，而不是社會賦予的。這就是為什麼即便你毫無用處，也沒人有权奪走你的生命。而且，同理心這種我不想死，所以我也不殺你的天平是很容易被打破的。假設你擁有一枚戒指，殺人之後絕對不會被抓，也絕對不會被報復。此時，互惠契約失效了，你之前的理由是不是不那麼堅定了？這個問題對無神論者來說是個利益計算問題，對基督教徒來說則是個不容妥協的問題。況且，人類的同理心是有半徑的，我們容易同情可愛的孩子、狗狗、貓貓，但對於長相醜陋的生物、醜小鴨、討厭的人或者異族，我們很容易將他們非人化。進化論更深一層次的困境在於，進化確實給了人類同情心，為了讓人類更好的合作，但也給了人類暴力傾向，為了搶奪資源。這兩個都是本能。C.S. Lewis 曾經講過一個鋼琴比喻，我們的本能就像鋼琴上的琴鍵，有時需要低音，有時需要高音，而道德律是那張樂譜，你不能說因為有那個同情的琴鍵，我就會一直彈它。如果沒有上帝寫的樂譜，當殺人能讓我獲得巨大收益，且我可以壓抑住我的同情心時，我找不到任何邏輯上的理由去壓抑獸性，順從同情。有無神論者可能會說，早在聖經頒布之前，人類已經知道殺人不對了，所以我不需要上帝。這個反駁啊，非常犀利。但事實上，這恰恰揭示了兩個層面的真相。第一層是出廠設置，好比電腦系統裡的 BIOS。保羅在羅馬書裡說，造人時，上帝已經把一些道德直覺和良心刻在了人的心裡。於是，地球上的不同文明，印度、埃及、巴比倫，才出現了不可殺人的底色。但還有第二層操作系統層面的更新。在基督教進入人類文明之前，雖然人們知道不可殺人，但這個人的定義很窄，不包括奴隸，不包括殺女嬰、人祭、屠城等等。正是基督教帶來了普世人權的系統更新。現代無神論者雖然不信神，但他們堅持的人人生而平等，其實是借用了基督教的價值觀。最後，讓我們問一個現實的問題：當國家機器由暴君操控時，人的價值觀還能做到獨立嗎？如果沒有上帝，國家就是最高的權威。如果國家說殺人、侵略是合法的，無神論公民很難找到更高的邏輯支點去反抗，因為在那個體系裡，集體利益高於個人。當國家機器把黑的說成白的，明明不屬於自己的土地，非要把征服說成收復，無神論國家的民眾由於沒有信仰锚點，很容易合理化這種行為，認為自己是正義的，反抗的對方是邪惡的、可殺的。但基督徒不會盲目順服國家，他們首先順服上帝。歷史證明，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的抵抗者，往往是因為他們心中有一個超越世俗法律的王。當然，我們也要誠實地面對數據，並沒有證據顯示只要自稱基督徒就不殺人。
犯罪學數據顯示，掛名的信徒和普通人犯罪率無異，但那些真正委身、內化了信仰價值觀的信徒，其暴力犯罪率確實顯著更低。防止殺人的不是宗教標籤，而是對他人的神聖感和對上帝的敬畏。我們都同意，殺人是不對的，但這棟美麗的道德大廈不能建立在沙土上。只有當你承認生命是那位永恆者的贈禮，你對他人的愛才擁有了邏輯上的必然性和神聖性。此時，謀殺有罪就不再只是你個人的一種觀點、一種偏好，而是一條刻在宇宙根基上的絕對律令。它不再是我覺得不該這樣做，而是事實本該如此。感謝觀看。